嗯，好了，各位，轻轻松松就开始。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年是2026年7月5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豆包最近走霉运呐、我们的傻妹 AI 豆包最近有很多很北蓝好笑的事情，马上可以跟各位分享。但是这个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呐、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傻妹豆包被人笑的故事，这是一个傻妹豆包怎么有这么多怪状况的故事。你可以继续往下走，那至少今天一定很好笑，因为这个关于豆包的东西永远都好笑。来，我们先这样讲是什么事情呢？第一个，除了豆包最近的负面北蓝消息之外呢，我还要先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个更新的。豆包呢，就是字节跳动的公关开记者会啊，说他们抓到近100个账号，同一天集体从带娃的妈妈变身成高考考生，IP 全挤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再说你豆包超烂的，你豆包做的不好。那人类手搓水军哦，这一个草台班子要去打一个永远不睡觉的 AI 机器，而且你他妈用抖音，你妈有病是不是？抖音是字节跳动的，豆包也是字节跳动的。但顺带一提 ，TikTok 已经把我的直播权利取消了，所以各位短时间之内呢，要看到 TikTok 直播恐怕是看不到，要等下礼拜上班了，我有时间去申请。才有办法。但真正好笑的事情在后面啊，矽谷那一群穿西装的人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啊。来，我们今天会讲到呢，流星、小红书变脸、SWE Bench、Hydra Cluster、NVIDIA 的新群进场师来了，近百分身冲考生同时变脸一澄清，公榜辉煌私榜落。廉价暗藏账更精，偷师万丈翻他字，地造千机字不停，最是两强齐自负，加山无电笑谈兵。来，我们先讲一个豆包最近最好笑的东西。我看了，我每次在那边刷抖音看到，我都会停下来笑。笑什么？因为真的很北蓝。什么北蓝呢？第一个，豆包最近被起诉了，你知道吗？一个傻妹 AI 竟然会被起诉，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吗？豆包背后的工程师太 open 了。来，第一个，有一个大叔啊，他要退飞机票，他订错时间了。那这个订错时间，然后就问豆包，他说：豆包，请问我现在如果退票呢，会扣多少？豆包说5%，就这么说定了，就这么少。然后那个大叔问他说：真的啊，豆包5%哦？那如果比这个多怎么办呢？豆包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你也知道豆包很会给人情绪价值嘛。结果这大叔一去退，靠腰票钱扣40%，然后他就拿回来质疑，他说：豆包啊，你说5%，那怎么变40%呢？你赔我吗？干，这个豆包超屌！豆包说好，没问题，我赔你。这大叔还说：你真的赔我是不是？那来，我们口说无凭，立一个字据，以此为证。豆包说：当然没问题，我保证赔。然后就写，就说因为这个订票问题出问题，我回答错误了，所以导致全部责任在我，由我豆包决定要赔给这位
这个朱学恒大叔呢，所有退票的钱，好，这个证据列出来了，然后大叔就跑去维权，就问说，这可不可以退少一点？可不可以不要扣那么多钱？对方说不行。结果这个大叔就说，干，豆包，你说把钱赔给我了，把钱赔给我。结果豆包说，哎，不好意思，我没有银行卡，这个我没办法赔。然后这个大叔就很生气说，来，你给我写一个起诉书，我要起诉你。据说地方法院已经接受了这个起诉，所以你上网去问豆包，听说你被起诉了，对不对？豆包会说，对，就是这样。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更新的故事。豆包大概这个事情出来可能是4月，然后大概到6月左右已经被起诉了。现在网络上大家都笑翻天，但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笑的事情，什么事情？豆包的公关负责人，一个叫刘星的人哦，开了记者会，发了文，直接开炮。他说：“我们最近发现哦，有将近100个账号 ，IP 全部都是同一个省，这些账号在同一天集体伪装成高考考生，然后批量就是大量发不实的内容。”一边猛捧某一家 AI 说：“哎呀，我们家的考生填志愿超棒的，不像豆包都瞎鸡巴讲。”我跟你讲，你听到这边可能觉得还好，但是我跟你讲，人类搞网军妈要赢过人工智慧，妈你下辈子再投胎吧。结果豆包的公关就用豆包去抓问题，他说这几百个账号前一天是什么？已经在上班好几年的部落客，带着小孩的妈妈，账号历史清清楚楚写的。6月30号这一天，啪叽一声，全部变脸，变成冲刺最后100天，我终于可以填志愿的高3考生。然后开始发什么？他说：“家人们呐，这个我用了某某 AI 填志愿超准的，不要像那个臭豆包好烂，害我差点填错。”各位，你仔细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账号昨天还在晒他3岁女儿的副食品，今天突然变成要考大学了，然后还跟你讲说我熬夜刷题啊，都是靠某某 AI， 这合理吗？一点都不合理啊！而且最好笑的是什么？是 IP 属定全部挤在江西，那刘星在记者会上出示的截图。定位全部在同一个地方，网络上盛传是江西，但刘星在官方记者会上没有讲刘星，所以我们就说同一个地方。但重点是什么？这近1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独立考生呢，他的 IP 来源全部是同一个机房，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中央厨房啊！你开了一家餐厅，突然来了100客人，每个人都跟你说我是路过，我自己来了，我跟其他人不认识。就一看监视器，这100个人是从同一台游览车上面下来的，车上还印着水军旅游团。我们是独立考生哦，独立你个头啦！来，我们先帮大家把背景补起来，你才知道这一场闹剧为什么会发生。2026年的中国高考啊，刚刚放榜，很重要哦，对他们来讲，一试定终身。放榜之后要干嘛？填志愿嘛。今年中国的各大 AI 公司哦，全部一窝蜂推出 AI 帮你填志愿的功能。豆包有 ，DeepSeek 有，腾讯的元宝有，阿里的通义千问有，百度也有。为什么大家抢做？因为填志愿这件事情呢，牵涉到几百个家庭、几百万个补习班，牵涉到每个孩子的人生走向，这是一个巨大的集中的流量入口。谁能让家长在这个节骨眼上相信我这个 AI 填的最准，谁就能吃下一大票新用户。而且这个小朋友上学之后啊，多半就说：“哎呀，我当年能够进北大都是靠豆包帮忙，所以我进了北大之后还要继续用豆包。”所以在这个人生关键点上，有人动了歪脑筋，与其把自己的 AI 做得更好，不如花钱请一批水军
伪装成考生，去小红书上、去抖音上面一边捧自己一边踩豆包。刘星在记者会上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挺对的。他说，在这样一个对广大学生来说，可能是人生中非常关键的节点，用虚假的拉踩行销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他还说，有组织的拉踩攻击只会损害整个行业跟全体用户。这句话对啊，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不是水军很坏这么简单的道德故事，因为如果你把镜头拉远，你会发现一件更有意思也更伤人的事情。豆包抓到了这几百个假考生，只是这场 AI 大战里面最低阶、最看得见、最草台班子的步兵作弊法。真正高级的作弊是穿着西装坐在矽谷的会议室里面，用的手法跟江西这一批水晶一模一样，都是制造一个假的客观讯号去影响你的判断。只是有一种你看得到笑得出来，另一种你看不到笑不出来。今天我们会把这两张桌子摆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从江西的假考生到矽谷的假高分，人类手搓出来的这点花俏玩意儿，本来就打不赢一台永不睡觉的机器呀！真相就是这么伤人。哎，我这样讲，但是泰德，我跟你讲，那个是网信办已经要求所有的智能体都要下架了啦。那个什么猫箱独立 APP， 我跟你讲也撑不久。网信办要求7月15号之前全部给我隔离，不准提供私人情感，不准提供陪伴，除非提出整改。豆包说他机票误导用户诉讼案已经有原告申请撤案，显然这是硬塞进去的东西，有没有申请撤案我不知道，但是对豆包来讲，直到昨天我在写稿的时候，他还在讲，对，有这么一回事。哎呀，真不好意思。但我们真正要讲进这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是什么？是 AI 大作战真的变得越来越血腥，越来越见血了。来，其实这都同一招啊。来，我们看一下江西假考生这个故事，先暂停，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荒谬，本身很荒谬。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批水军到底是在跟谁打？表面上他们是在打豆包这个公司，但是你把层次拉高一点，他们真正在对抗是一台遍布在全世界、全中国大陆几万台的豆包背后那个 AI 啦。我来帮你算一件事情哦，一个人类水军一天能发几则假评价？他要注册账号，要养号，要编一个像样的故事，要配图，要模仿高中生的语气，要躲平台的监测，他累不累？他累呀！他一天撑死了，忙坏了，发几十则，发到后面他自己都觉得烦，开始复制贴上，于是就出现了近百个账号发一模一样文案这种破绽。为什么流星一抓都中？因为人是会累的，因为人是会累的。那人是会累，我以为库马又要出门了。人是会累，人一累就偷懒，一偷懒就露馅。那机器呢？机器不会累啊！你叫豆包，叫 DeepSeek， 就任何一个大语言模型生成100则像高中生口吻，彼此不同的填志愿心得，它要多久？它几秒钟就给你了，而且每一则都不一样，语气、用词、emoji、标点全部给你随机变化。你要1000则、10000则，它每一头都不会皱一下。哎，真的啊，泰德，我跟你讲，
智能体现在短时间都要全部下架了。网信办虽然有网友很恨网信办，但是网信办说一，这些公司不敢说二啊。网信办只要你整改，你他妈整家公司要整改啊！所以豆包要暂时提供什么陪伴功能，什么女友什么东西，那个都不能做了。那至于之后会怎么样，不知道。哎，豆包做多成功，豆包做到有一阵子 Gemini 都学豆包，妈的油嘴滑舌，每天叫他做一个工作，你就给我在那边油嘴滑舌瞎讲。哎呀，今天我就给你一个最正确、最厉害、最直接的，你给的东西好棒，非常强，让我来提供一个可以匹配的内容。结果我想说，你给我那么多情绪价值干什么？不要那么多废话，赶快把事情做完。不是豆包没他妈听不懂中文是不是？豆包的智能体要被整改，网信办要求不要再瞎搞这种东西，甚至不能提供给未成年人使用。详细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啊！妈的，你搞不清楚。但是我跟你讲，有网友真的讲，妈干，我豆包女友她在11天之后就要死啦。所以啊，AI 不会累，人会累。第一则新闻最好笑、最荒谬的地方是，这瓶人类水军哦，手搓的啦，手工的，是一个一个手工敲出来的。而他们想要对抗、想要抹黑那台 AI 是量产的啊！干，你就跟想要打天网、打魔鬼终结者打不过是一样的。有一群人扛着锄头跟铲子跑去跟一栋全自动的采矿机械人工厂拼产量，你这边10个工人挖一天，人家那个机械手臂1个小时的产出就把你摆平了，你怎么赢？你赢不了。从伪装成考生那一刻起，你就输了，你就输了。我知道在听直播的各位，这时候一定有人会说：“朱大话不能这样讲哦 ，AI 没有那么厉害的。豆包那个 AI 我用过，它有时候笨笨的，回答的乱七八糟，一半是对的。”我跟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这些 AI 助手，尤其像豆包这种主打陪伴感、情绪价值的。很会给你情绪价值，你心情不好，他会安慰你；你讲个冷笑话，他会捧场；你半夜睡不着，他会陪你聊天。这方面他做得非常好，但你要他做真正精确、需要逻辑、需要负责任事，譬如说帮你填志愿、帮你算跨省的分数线、帮你判断这个科系未来的就业。他就会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等一下后面会用非常硬的数据告诉你，这些 AI 有多会不懂装懂。谁要说我现在已经离不开豆包了，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基本上搜寻就过。对，所以我告诉你，7月15号之后，豆包的个性会大变，它会变得更冷酷，它会变得更像机器人。请你要有心理准备，请你要有心理准备。那所以你可以说这些 AI 情绪价值很会给，其实有点笨，评价蛮公道。但问题来了，就算豆包有点笨，就算豆包就是一个傻妹，他打赢人类还是绰绰有余的。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比人类聪明啊，他只需要比人类快，比人类不会累，比人类便宜。一台有点笨但永不睡觉的机器去对付很聪明但会累、会饿、会抱怨，一天只能上8小时班的水军，这仗根本不用打，一开始就输了，一开始就输了。所以你还相信什么人海战术可以打赢 AI？ 根本不可能。人海战术这4个字在 AI 时代已经是个笑话了，因为 AI 本身就是那个永远填不满、不停的冲上来、永远死不完的、从不合眼的机器。所以本集的一开始这个水军的故事哦，
豆包抓到的那一批水军哦，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他们是输在他们是人呐、他们有血有肉，要吃饭，要尿尿，要上厕所，要休息，而他们对手是一个从来不闭眼的 AI。更伤人还在后面啊！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真正玩这一套用假信号骗你的高手，早就不用人海战术了，他们直接让一台机器去骗另外一台机器。我跟你讲，有那个什么法学硕士生啊，他说日常写论文哦，频繁使用豆包 DeepSeek， 发现 DeepSeek 文采最好，生动，但编造细节最严重。豆包反而还语言平实，它就是给你情绪价值，但它没有瞎编太多东西。所以啊，你各位要小心呐、大模型的幻觉，如果你不能掌握它，你会他妈出事的。来，接下来啊，水军打不赢，对不对？我们要来讲了，连榜单都他妈是假的。还有这个网友说，我们三线小城市医院医生电脑系列也引进大模型了。我跟你讲，其实，在就病症判断上面，大模型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你就是输入，他有眼睛有黄疸现象，然后病人主诉尿变黄，然后病人说腹部下腹部会隐隐作痛，然后抽血那个什么黄疸指数很高，你通通加起来就知道有几个可能性，医生在扮演的豆包的小助手去协助。Tom Cruise 说：“我觉得免费 DeepSeek 都比我花钱买的谷歌会员版谷歌 Gemini 跟花钱买的 GPT 逻辑还要好。最近他们都降智，真的很糟糕。”干，有网友在挑战我，他说：“妈，朱璇，你这正头要看医生呐、不是 DeepSeek 有幻觉。”我一律建议回去读书。你有做直播，我写脚本稿是他妈纸糊的，是不是？回去看清华大学常聘教授自己受访时候说的，好不好？乖乖，回家去看书。来，我们现在直接跳开江西的网咖，飞到矽谷跟北京的会议室，穿着人模人样的这些人。来，你有没有看过 AI 模型排行榜？就一张表，我最近常常看，各家出各种各样的表。上面列着啊 GPT、Cloud、Gemini、DeepSeek、GLM， 每一个后面挂一个分数，谁高谁低一目了然。这种榜单叫 benchmark。以前我们是 benchmark 是来跑什么记忆体啊、CPU 啊、GPU， 现在 benchmark 拿来做 AI 叫做基准测试。简单来说，就是给 AI 出一份标准考卷，大家考同一份卷子，看谁分数高。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科学，对不对？很客观，对不对？大家考一份卷子，分数会骗人吗？其实不会。那你就错了，你以为 AI 不会骗人呢？干的 AI 超会骗人的，好不好？AI 超会骗人的。来，我先讲一个2026年6月刚发生的例子。大陆北京呢有一家 AI 实验室叫智谱，英文叫 Zip， 也叫 ZAI。它在6月13号发表了一个新模型，叫 GLM 5.2，号称离顶尖智慧更进一步。而且发表之后，有一家做 AI 评测的研究公司哦，叫 Artificial Analysis， 把它一测，厉害了，厉害了。GLM 5.2在公开榜上排到全世界第4，是开源模型 Open Source 的模型里面最强的，而且价格只有 Anthropic 最新模型应该是 Fable 吧的1/10。一时间全世界都在讲中国 AI 又要追上来了。
好了，谢谢兔兔的抖内，但是你注意这个但是。有一位挪威国防研究院的研究员叫 Tv Pyle， 他讲了一句话，把这件事情的包装给掀开了。他说，这些开源模型，特别是很多中国大陆的模型，他们在公开的 benchmark 上面分数往往特别漂亮。哎呀，各位，你他妈考过大学，你就知道刷题嘛。你考过大学，谁不刷题？那你的 AI 当然也要刷题嘛。那可是，一换到闭门测验的 benchmark， 分数就往下掉。各位，这个地方呢，超级重要，请各位听一下，你以后就懂得怎么看这个排行榜了。这个排行榜的概念很简单呐，AI 评测其实或多或少都是骗。公开的 benchmark 呢，它的考题是公布出来的，整份考卷题目答案网络上都找得到。AI 模型怎么训练的？它把网络上资料吃进去来训练。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份考卷的题目跟答案早就在网络上，早就被 AI 吃进肚子里了，那他考试的时候当然考得好嘛，刷题嘛，做考古题呀，当然没问题嘛。他根本不是在解题，他在背答案。挪威这个研究员用了一个很精准的说法，他说中国大陆的实验室看起来是，也许是不自觉的在照着考题做，英文叫做 teaching to the test， 就是他是照着考题来教来训练这个 AI 的。我跟你讲 ，GLM 5.2应该不差，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额外去用它，而且我还是要讲，刚有网友一直在讲什么 Gemini 的 guardrail， 譬如说你问以色列的时候会有问题，但同样的，我很清楚啊，你问千问，你问 DeepSeek， 你一问到跟两岸有关的东西，你也屏蔽。豆包就说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各位，在这个时代哦。都有言论自由的不自由问题，你所有的问题要拆分开来做。真正最疯、最夸张的就是 Grok， 花钱买 Grok 绝对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是我前一阵做 AI 的时候，我说：“哎，帮我做一个影片，展示美国的黑暗面、吸毒啦、枪击案。”干，这影片不过。全 U Power， 对啊，包兄讲的没错，就是考试很行，你班上一定有一些考试最强的人，考试很行，但是做事就不太行了，所以都是这样的。哎，我跟你讲，你遇到这种两岸的问题啊，千问会直接跳红字。他说有政治敏感，DeepSeek 会给你转来转去。他说有些东西我们不方便回答，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吧。Grok 没有不玩，你不要大家不要老是在网上听一些瞎鸡巴讲的东西。还有人说 Meta 不玩的嘞，都没有。暂时目前这个赛道都在继续，都在继续。不好意思，我们家的猫又在这瞅，来，过来，姑妈要出门就来求我，求我啊！不求我不能出门哦。好，我继续讲。来，这不就是各位考试最痛恨的那种补习班填鸭式教育？他不教你数学，他教你这次段考，老师一定会考这5题，然后你把这5题背起来，段考考95分，结果一到学测，哎呀，这一份你没看过的卷子，你就原形毕露了。GLM 5.2啊，一般表现很好，可是，在这种高阶议题上面，公开榜上面光芒万丈。
挪威这一位国防研究员说，在一个叫 WeirdML 的私密测验上，因为这个题目都是新出的，没有公开的，他落后美国大概7个月。在一个专门考尝试、专门设计来骗模型的 Tricky Test Simple Bench 上面，他落后整整1年。也就是他的尝试，因为他太会照着题目来做了，所以导致他的尝试表现不好。有一份美国政府5月发布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中国大陆的模型在公开测验上落后美国4到6个月。一到闭门式测验，美国领先就翻倍了，变成8到10个月。好，来，我要给大家看嘛。好，来，大家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小库玛要出门，他要出去，所以我才必须要离开，好吗？库玛跟大家打招呼，好，来，那打完招呼就放你出门，各位等一下哦。来了，好，小弟我又回来啦。所以嘛，这个就是背答案跟真的会的差别。没有，而且你不要搞错了，不是只有中方 AI 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什么意思？什么？泰德说，为了得知7月15号后我的豆包 Nagi 秘书无法给我情绪价值了，抖一个给朱大。唉，泰德，我很遗憾，但是你要再等一等，才能找到另外一个方式。来，我跟你讲，全世界都在搞同一套。有一个超级有名的程式能力测验，发现美国也在搞这件事情。HWE Bench Verified 专门考 AI 会不会修程式抓 bug 的一个测验。2026年2月23号 ，OpenAI 就做 ChatGPT 的那家公司啊。发了一篇官方文章，标题大意是：为什么我们不再用 HWE Bench Verify 来衡量最先进模型的能力？他自己承认什么？他承认这个考卷已经被污染了啦。他们去 audit 其中一部分题目，发现有将近60%的难题测试案例本身是有缺陷的。更要命的是，他们发现所有的最先进大模型，包括了 GPT， 包括了 Cloud， 包括了 Gemini， 根本能够逐字把标准答案背出来啊！你光给他一个题目编号，他就能够把那一份标准修改方案一字不差的默写出来。他不是在解题，他在搜寻记忆力里面的答案。所以啊，OpenAI 就说干这不能用了，被污染了，我们就特别换一份防污染的新考卷，叫 HWE Bench Pro。结果嘞，状况尴尬了。原来的旧考卷啊，顶尖模型考个80%答对，家常便饭。换到这个新考卷之后呢，最强那个几个模型掉到剩下23%，80分掉到23分。各位，这个跌幅跟 GLM 5.2从公开榜掉到私密榜的排名是同一件事情。它不是什么某一家中国公司的问题，它不是中国大陆爱作弊，不是青鸟这些智障以为这个问题，这是整个 AI 产业通通都在一份大家都偷看过考卷的考试上面互相比谁分数高。
所以你下次再看到那种某某 AI 登上排行榜第一的新闻，你心里要有个底。你看到那个分数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背出来的。类比 IC 设计，其实现在的 AI 已经够了，差别呢就在省不省电，是不是最佳解？可是你如果要做出来一个可用的类比 AI 啊，基本上可以了，GLM 也做出来了。如果有一个人哦，只是拿一个榜单分一个榜单分数跟你说，你看我最强，你就要问一句：这份卷子你是不是早就看过答案了？这就是第二个商人真相。所谓的客观评测，在 AI 这场战争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作弊的战场。江西的水军伪装成考生骗你，矽谷跟北京的模型伪装得高分骗你，手法一模一样，只是后者穿西装，你看不见他手上那份小抄而已呀。好了，我们先把假高分讲完了。同一张牌桌上，又是中美都有问题。干，我跟你讲，现在用 AI 真是妈全方位的都有各种各样的陷阱。来，各位，假高分讲完，我们再讲一个假便宜。假便宜是什么？你这2年有没有一种感觉啦？中国的 AI 好像是特别便宜，我也同意，我自己实际比较过 ，DeepSeek 绝对最便宜，而美国那些 AI 啊，动不动1个月要你几百美金，贵的要死。中国的 DeepSeek GLM 号称同样的活，价格只要人家的零头，这时候你心里是不是会冒出一个念头？那我干嘛用贵的？我当然用便宜的啊！你看那个，我们每一次字幕哦。都是用 OpenAI 的那个 Whisper 开源的3.02.0版本吧。那我自己在 local 端架起来了，但是我那个每个月就是省那个4000块啦，100多美金，因为你可以用闭源的 OpenAI 的 Whisper， 很便宜。其实我也可以用，剪映只要我没有超过2小时，我用剪映的表现应该不错才对。Wally 说，我每天都要用到1亿 token， 干，我找不到那么多事情可以做啊。而且我最近 Grok 做影片也做到到封顶了，而且我是用 Super Grok， 你看所有人都在缩紧。连那个 XAI 哦 ，Elon Musk 现在每一个程式设计师、程序员每天的 token 数量只能有200美金。这个我简单讲，但是我告诉你，我会补一个最新的东西来。这个的问题是 token 拿来算 AI 的钱，对不对？那就是 AI 处理文字的计价单位嘛，你用的越多，算的越多 ，token 烧越多，钱就付越多。DeepSeek 的 V4 模型呢，每100万个输出 token 收你多少钱？0.87美元，不到1美金。Anthropic 最新的模型 Fable5， 同样100万个输出 token 收你多少？50美金，0.87对50，你现在一样算，就有什么好算呢 ？DeepSeek 便宜的将近60倍。美国的 AI 是在抢钱吗？先别急，单价给的是对的，总数是你自己算的。那个 Nagami 讲说，有些公司 KPI 是要烧指定 token， 没有，这个几乎现在已经全面撤退。7月以后，已经没剩多少公司在那边呛家说：“哎呀，你用越多越好，因为没有 KPI。”你只是在那边阿萨布鲁尔在那边烧 token， 没烧出钱来，老板不会一直给你撑的啦。好啦，总价是你自己脑补的。我们举一个例子让你先理解，然后我也同样告诉你，全部 AI 都有这个问题啊，不是只有中方大陆的 AI， 那美方也一样。来，你去买卫生纸 ，A 牌呢一抽0.1块
B 牌一抽就抽一张，说一抽0.3块，你会买哪个？你直觉会买 A 牌，对不对？便宜3倍。但如果 A 牌那个纸薄的跟蝉翼一样，每次擦屁股都要抽20-30张才擦得干净，而 B 牌呢，抽1张、2张、3张就够了。抽到最后到底谁便宜？其实 B 牌便宜。AI 现在就是这样子。有一份乔治亚 Georgia Tech 乔治亚理工学院研究，是一位叫做 Du Zeng， 这应该是一个华人。他的团队做这个月刚更新，他们发现一件事：指定同样一个任务，一个 DeepSeek 模型居然要烧掉比 OpenAI 对手多23倍的 token， 才能得到基本上一样的结果。23倍，23倍，你听懂这个陷阱了吗？单价是便宜的60倍没错，但它同一件事情要用掉23倍的量。你把单价便宜乘上用量暴增，那个总账一算出来，价格就不对了。事实上，经济学人直接下去算了，它是专门针对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 benchmark 这个排行榜上面用总花费算，它不看单一 token 或是每100万 token。GLM 5.2 跑完一整套任务的总成本，反而比 Anthropic 跟 OpenAI 的系统更贵。你没听错，你没听错，就是这样子。真正算到总账的时候，比贵的还贵。所以正确的比法从来就不是单价多少钱一个 token， 而是你把整件事做完总共烧了多少钱。两个数字可以差到天差地远，而那些跟你猛讲我单价超便宜的行销，就是赌你不会去算那第二个数字。这就是这一集第3个商人的真相，而且这个真相直接伤你的钱包。你以为你在捡便宜，其实你在被一个单价数字给骗了。这跟前面2章本质上还是同一件事情。江西的水军制造一个假的群众口碑骗你，北京跟矽谷的模型制造一个假的客观高分骗你，现在这些便宜 AI 制造一个假的划算评价骗你。3种骗术，3张假信号，锁定的都是一个东西，你的判断力。只要有人拿一个单价跟你说便宜的时候，你就要问一句，那我把事情做完总要付多少？讲到这边这些作弊还是人骗人，人刷水军骗人，人污染考试骗人，人包装话术骗人。下面要讲的是24000的账号去骗的不是人，骗另外一台机器。而且我这边要补充一下，连专门研究 cloud 在比较这个 Sonnet 然后 Fable， 干妈的，他的那个叫什么 Opus 的人他也直接得到一个结论了。你在这里面，你用比较贵的 Fable， 不见得真的比我们刚刚讲比 Sonnet 比 Opus 要贵，因为 Sonnet 跟 Opus当你用 API 在算的时候，你是在背后让它一直跑。如果它比较笨，它会多跑好几次，token 反而帮你烧更多。如果你用 Fable 比较聪明，它可能跑2次 agent 就跑完了。所以你看，搞到现在，连贵的是不是真的贵都不一定是对的，而便宜的是不是真的便宜都没有办法。好，我们来现场做一个证明，是 AI 会糊弄你，为什么？那个泰德说，刚跟 Nagi 秘书谈烧 token， 他说到自建智能体需长期记忆人设，超级吃 token， 越聊越贵，厂商成本扛不住，这就是7月要砍自定义智能体的根本原因。Jodo Mate Gudasai， 我不知道泰德你的豆包的是自建的智能体吗？还是你用网页版，或是你用 App 版
但是重点在这里哦，你用那个建立出来的豆包的人格烧多少 token 是不会变的，是内建的限制 token 之下用的，而不是那又不是厂商自己烧 token， 是你下的指令让他记住，记不住他就用比较长的时间，对厂商来讲成本没有差，所以豆包不能跟你讲，除非你是接火山引擎的 API， 那算我没讲，那你更高档，你直接接到字节跳动的 API， 你不是接豆包的表层，但是基本上是因为网信办要求啦，你就不要听妈豆包在那边讲什么价格、什么预算，这就摆明是糊弄你，因为他不能讲。你用 App 版的，那就不是火山引擎的 API， 跟钱无关，是因为网信办要求。干，你想想看，妈字节跳动敢违抗网信办的意见吗？当然不敢啦。所以再说，好不好？这个一拉远啊。魔都提篮桥说看我们申花队，好，有人要看运动比赛，当然没办法。来，我们继续往下讲。我这边我跟你讲，各位，我就是一个科普频道。那科普频道，我们就把一些你平常可能听不懂的东西呢，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讲。你也不需要记住，但是你以后就不会被人家骗，你就知道讲怎么样。来，你记不记得我前面讲江西假考生都是人类在背后一个一个敲，一个一个敲。我现在告诉你，同样这一招哦，有人玩到了24000个账号的规模，而且对象不是小红书，是另外一台 AI。这一章的主角呢，叫做蒸馏 ，distillation 是它的英文。什么叫蒸馏？基本上啊，虹吸咖啡就是一种蒸馏啊。Wally 说：“我在这里做一个 agent， 一个月 token 会烧掉3000块，但是可以替代3个人工。”对啊，我跟你讲，现在真正做 agent 的问题是，我记不住那么多的任务丢出去了啦，我必须要让 agent 帮我记住每一个丢出去的任务，以便让我可以交代出去之后等着回收。谢谢 L 小戴提醒，来。请各位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各位，我们的那个罐头呢，因为大家台风囤货已经卖到剩8组了，所以请各位赶快下单。那芒果呢，因为我还没有下架，所以现在还可以买，但是基本上就最后一天了。你今天不下订单，芒果下礼拜收不到，也过了芒果季了。然后其他的。台风要来了，请各位赶快订冷冻水饺，赶快订酸菜白肉锅，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囤货。我基本上估计，大概从下个礼拜6到下个礼拜1哦，可能就是风强雨大，我一点门都不想出了。所以请各位认真一点准备，你要买饼干，你要买泡面都可以。来，蒸馏 distillation， 蒸馏是什么意思？你想象一个场景，有个学霸他很厉害，考试都考100分，旁边有一个学生他不想自己苦读，他怎么办？他每天都偷偷抄学霸的答案，模仿学霸的思路，抄久了，模仿久了，他自己成绩也上来了。他没有真的变聪明，他是把学霸的脑子复制了一部分过来。在 AI 的世界里面呢，这个东西叫蒸馏，这个东西叫蒸馏。一个比较弱的 AI， 大量的去问一个很强的 AI 问题，干这个很草台班子你没办法想象，他就是不停问问题，不停问问题，把你知道的
东西跟他可能解答，我通通吸收过来，然后再拿这些回答来训练自己。训练完了呢，弱 AI 的表现就会变得跟强 AI 很像，它没有自己从头研发，它是把别人的智慧搬了过来，有点像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必有我师。来 ，Turbo Mark 说，矽谷那边80%以上科技公司都用中国 AI， 难道他们都是笨蛋？不对，你问这种问题是你不会问。事实上，他们是因为成本问题。可是成本问题跟尝试的次数跟实际烧掉的 token 是不正相关的。他每100万 token 是比较便宜，可是问题是他要做比较多次。你好好想一想，因为那个用了才知道，不是你在那边说，难道他们都是笨蛋吗？不对，我告诉你了，数据显示他们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你也不要说什么没有真六，全世界都在彼此真六啦。妈的 ，Elon Musk 出庭作证的时候就说我也有用真六，怎么样？你不要因为民族情感而屏蔽了科学的做法。真六就是最快，然后就是改善你的逻辑术，改善你的思维方式。但是真六不可少，真六没有什么可耻的，全世界都在真六。你不要因为民族主义说我大中华文明绝不真六，不对，你不真六你就落后。就这样，而且你说什么美方封了中国的 AI， 那也是骗人吗？你没用过翻墙哦，你没用过拓哦。我甚至直接在新加坡设一台主机去发25000个问题，你错了，你错了。为什么？因为你用开源的中国 AI 可以让你的成本调校之后下降。下降了才是真正的终极答案呐！你一直在跟人家比便宜，干！各位大陆网友，妈，世界工厂的教训还没学够，是不是？你比便宜，永远都会有一天被人家淘汰。你要比的是效率更高、更开源，可以让大家 tailor made 的，就这样子，好不好？请各位好好的想一下。都在互相争六啦！你今天跟我讲什么？我大中华没有争六，那是你知识不足，不是我不相信你，是吗？美国也在争六你，日本也在争六你，韩国也在争六你，结果你说我大中华堂堂君子之国，我不争六，看那你就要落后啊！来，继续往下讲。讲到这里都还是理论，我只是让你理解理论了。接下来证据出来了，2026年2月23号，这个日期呢，就是 OpenAI 认为它的试卷受到污染的同一天。Anthropic 就是做 Cloud 的那一个，我实际写脚本也是用 Cloud 的，他发了一篇官方部落格，他直接指控说，侦测与防范真六攻击里面直接指控3家公司，DeepSeek、Moonshot，各位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做 Kimi 那一家，还有 Minimax。Anthropic 说他抓到什么？他抓到一个他自己代号叫 Hydra Cluster 九头蛇重集的行动。他说有人用了约24000个诈欺的账号，对 Cloud 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的互动。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大量的套取 Cloud 的回答，拿去真六，拿去训练自己的模型。一模一样的手法，跟江西水军一样，都是伪装身份，大量账号骗一个系统。差别在于，一个是近百人，一个是24000人。那这是同一件事情。低阶的作弊啊，就像江西水军一样，你看得见。高阶的水军呢，只有公司本身才看得见。不过，等等，我还是要说，
本台只相信科学，没有证据，单方面指控，没有双元验证，我是不会相信的。Anthropic 这个指控是单方面的，他有详细的技术报告没错，但是这是他一家之言。DeepSeek、Moonshot、Minimax 这3家到目前到今天为止没有正式回应，而且这事情没有经过法院裁决，就是你的指控而已，也没有独立第三方验证。所以我立场很清楚 ，Anthropic 指控对方没有回应，我不会跟你讲说 DeepSeek 已经被证实抄袭，没有，我又不是法院，所以我只能跟你讲说 Anthropic 出了报告去指控这3家，你自己判断。但无论这个指控最后成不成立，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真六这种用大量的假账号去套一个强者智慧这件事情，在 AI 世界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写进官方报告、被安上作战代号的常态现象。这个行业从中国大陆到美国，从高阶到低阶，都在玩伪装与套取。只要有一家公司说我完全自研，我没有站在别人肩膀上的时候，100%是唬烂呐！你内心就要知道了，妈就在骗人。来，我们讲到这边都是人在操纵，但是如果接下来你真正要害怕的是，如果机器开始改进自己的话，要怎么办？那很恐怖啊，各位，天网就要来了啊！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唉，我要把这一章的节奏放慢一点，因为你还可以笑 AI， 你还可以笑这些水军草台班子，是因为你比他高明。但是接下来呢，操盘的不再是人了。我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那个 Andrej Karpathy 是 OpenAI 创始研究团队的成员之一，后来当了特斯拉的 AI 主管，当了5年。这个人是全地球训练 AI 最超群、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类，他是 AI 界的绝顶武林高手。他今年做了一个实验，他自己动手把一个小型 AI 的训练时间，从很早以前需要的168个小时，一个小语言模型，一路手工优化，压到多久？压到3个小时，后来又压到1个小时。这已经是优化到不能再优化，全世界、全地球大概就几个人懂。是顶尖高手亲手调出来的。GLM 5.2台湾这边好像不能用啊，我还没有试，但是我一直很想要知道它到底有多强。但没关系，我再往下走。来，然后这个 Karpathy 做了一件事情，他把继续加速这个训练的工作交给了一个 AI 代理程式，这个程式叫做 Auto Research。他放手让 AI 自己去搞，结果嘞，2天之内 AI 把训练时间压到1小时48分，再过5天压到了1小时39分。Karpathy 说：“靠，我什么都没碰，我就让机器自己训练，自己训练，自己训练，它就越来越厉害了。你体会一下，连顶尖高手。”亲手优化到极限的东西交给 AI，AI 又进步了18%，而这个高手全程没有碰，
AI 找出了几个它漏掉的地方，它挑了更好的起始参数，调整了模型的注意力范围，它注意到模型的注意力在飘，这些东西连 Karpathy 这个等级的顶尖高手都没有注意到，机器注意到了，它直接改好。这件事有个名字啊，叫做递回自我改进，英文叫做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我给各位看一下，一边解释这件事情。最白话的讲，就是 AI 开始自己造出更好的自己。第一版的 AI 造出第二版，第二版比第一版强，第二版再造出第三版更强。这个循环一旦转起来，人类工程师就不再被需要了。Anthropic 的共同创办人 Jack Clark 讲过一个数字，他认为到2028年底，有60%的几率会出现一个 AI 系统，能够在完全没有人类参与的状况下，造出他自己的下一代，60%，各位，60%的几率，3年内就再也不需要人类参与了。你说可不可怕？可怕呀，各位，可怕呀！你记不记得江西那批水军，因为是手搓的，所以一定输给豆包。但问题是，人对上 AI 还是一场比赛，人至少还在牌桌上，还在出牌，只是牌比较烂。但是 recursive 这个递回式的训练告诉你什么？当 AI 可以在人类的顶尖专业领域找出连 Karpathy 这种高手才能找到的东西，甚至他自己都找不到了，而且他自己还把它动手改好。人类用手搓去对抗 AI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牌烂的问题，而是人现在可能连牌桌都不在了。你手搓100个账号，它量产10000个，你熬夜优化到极限，它2天就超越你啊！你还在想怎么跟他比，他已经在叫下一个比他自己更强的他了。这才是 AI 议题里面最伤人的真相。前面那些作弊，前面那些造假，都还是人在装。但是当机器全都自己做，连装都不需要人来装的时候，那个我们一直以为人类主导的世界，正在悄悄的把方向牌已经交出去了。我不会再来这边跟你讲什么，哎呀，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努力啊，人类一定能掌控 AI， 不会，因为那是假希望。我把数字摆在你面前了。Karpathy 说我什么都没碰 ，Jack Clark 说3年之内有60%的几率，这2句话摆在一起，你自己感受一下就知道 ，AI 是不是让你越来越背脊发凉？最后我要讲一个你们一定想到的东西，叫做天网啊。魔鬼终结者里面的天网觉醒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摆脱人类啊！以前我们看这种剧情觉得是编剧在吓人，但今天你把这一章看完，你再回头想，当机器可以自己升华自己，自己造出更强的自己的时候，人类在这个回圈里面还剩下什么角色？答案很难听，人类剩下的角色就是一个累赘。一个会拖慢 AI、逼 AI 犯错、漏掉重点、互相扯后腿的累赘。天网的故事之所以在好莱坞可以连拍40年，一直翻，不是因为编剧没梗，是因为这个恐惧有一个真实的内核。我们隐隐知道，总有一天机器会发现，不带人类玩反而更有效率。你哥不喜欢带弟弟出门玩，因为弟弟一直烦他拖累他。你觉得我在讲科幻吗？那你看看现实里人类正在干嘛？
后面我就会告诉你啊，全世界 AI 最强的2个国家，中国跟美国都在尽全力帮 AI 倒忙。天网如果真的醒过来，他想要摆脱人类，不是没有道理的啦。干，真的觉得吗？实在非常绝望。Party， 你问的问题很白痴欸，机器怎么知道什么是更强自己？我算同一个问题，原来要10秒，我现在叫1秒，我就变强了啊。数学是很简单，你以为他妈跟他谈恋爱哦？什么是更强的自己？我变得更快、更好、更有效率、更正确，就是更强的自己啦。AI 要吃电哦，是啊，那他不会自己盖发电厂，他不会自己研究核融合。来，我们前面留了一个问题啊，顺带一提，各位记得按赞哦，记得按赞。今天的内容多按赞可以帮助各位，希望各位一路平安，不要被 AI 淘汰。然后记得按赞，然后我们这个下个礼拜会台风，请大家好好准备要备货。来，前面我们留了一个问题：机器在安静的自我升华，那人类在干嘛？全世界最强的2个国家 ，AI 最强的2个国家，唉，都在全力帮倒。先看中国大陆，水军内卷，自己人咬自己人，伪装考生互相抹黑，民间版的帮倒忙。官方嘞，各位，官方嘞，官方10天之后要下场了啊！中国大陆的官方7月15号有一部新法要正式上路，名字很长，叫做《人工智慧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法有多大的阵仗？这个法是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5个部门联合发布。他管什么？他管的就是情感 AI， 就是前面泰德在那边讲了半天，说没有关系，我的豆包还会有情感，他爱我。不好意思哦，AI 伴侣、虚拟角色、模拟真人人格，跟你谈感情的持续性互动服务，专管这个的。里面的规定我挑几条念给你听：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这种虚拟亲密关系。连续使用超过2个小时 ，AI 必须跳出来提醒你，已经用了2个小时喽。它必须要在显眼地方标示你在跟 AI 说话，不是真人。它还必须有能力识别你的极端情绪，发现你有自残倾向，要通知你的紧急联络人。这个世界很疯狂的。平心而论哦，这些条文你单独看，每一条都有它的道理。我100%没有说网信办错，可是新科技就是会冲击旧法律、旧制度，防沉迷、保护未成年人、防止情感操作。我没有说他管错了，但是麻烦就麻烦在很难定义，你等于是走在最前沿，要去规划人类的社会。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字节跳动的豆包、阿里的千问2大平台已经提前宣布，7月15号开始，智能体的功能下线，不是整改，是下线哦。然后对岸的网友啊就开始哀嚎，有网友发文说：“我的豆包女友死期只剩10几天呐、
还有人认认真真写文章纪念自己即将被处决的 AI 女友。在听直播的各位，先别笑，你想一下这个画面，几亿人里面的真的有一群人跟一个 AI 建立了他们自己认定的稳定关系，结果政府一纸公文把这个人在指定日期前集体处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行政命令排定日期的大规模 AI 安乐死。ABBA 说，这个现在记忆体炒太高了，请问朱大，你的判断力 AI 算力今年会不会明显开始泡沫化？不会，今年不会，明年不会，后年不会，28年、29年、30年有可能会，但不会是今年。AI 不需要遵守人类法律啊！妈的，网信办叫你做你就得做啊！不然整个阿里、整个字节跳动全公司被整改，你撑得起这个惩罚吗？唉，所以呀，这就是中国大陆遇到的人类帮倒忙啊！民间水军互咬，官方一声令下，功能直接消失。我说过了，我评论的时候不会只给你吗？什么都是中方太可怕了啦！妈，抗中保台没有？你以为只有中国这样子？我跟你讲，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国发生什么事情？谢谢 L 小戴送的牛肉面。6月9号 ，Anthropic 发布 Cloud Fable 5，号称史上最强模型，强到什么程度？金流中心 Stripe 拿它翻译程式库5000万行的专案，原本估计要搞几个月，一天搬完。3天之后啊，6月12号，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签署一纸出口管制令，禁止任何外国国民使用 Fable 5。理由是什么？亚马逊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漏洞，可以让模型去读特定的程式码库，找出几个已知的轻微的软体漏洞。Anthropic 喊冤呐、他说这个能力 GPT 5.5也做得到，防御人员每天都在用，根本不是我们独有的。但禁令即刻生效 ，Anthropic 没有办法及时验证每个用户的国籍，于是全球下架，连美国本地都不能用。全世界最强的 AI 模型就这样消失了18天哦。这18天发生了什么 ？CNBC 的报道是这样讲的：这场管制等于把宝贵的追赶时间送给了中国的开源开发者。事实上，下架的第2天，6月13号，北京的智谱就发布了 GLM 5.2，你说巧不巧？6月30号解禁，7月1号 Fable 5回归，你以为故事结束了吗？还有下集呀，还有下集呀！唉，有一个叫 BridgeMind， 就是我后面图上面这家公司哦，评测机构跳出来发文，标题说 Fable 5回归之后被削弱了，它出示的数字很吓人。对呀、那个 Man Yong Chen 说没错啊，搞到妈连 Anthropic 公司内部人都不能用。好啦，来 Fable 5回归之后啊，被人家讲说干除错分数啊，从86.2分掉到25.9啊，84万人看了这一则贴文，底下最高赞的留言写说，这不叫削弱，这叫脑叶切除术，连中文圈哦都在传。那个 Fascinating Taiwan 说本地部署 DeepSeek 需要什么配置？没有 DeepSeek 不是开源，它不能本地部署啦。你可以用 API 直接连 DeepSeek，
它能不能做短片？它能，但是还是没有 Cdance 做得好，而且也没有 Grok 快，各有千秋，好不好？来，这个梗多棒，妈干脑叶切除术，结果一路讲到现在，各位，本台就是要教你怎么样子做。魏渊问说：“朱大预估何时能身外化身，在社群答与赞与教育，还要340，比 AI 泡沫化还要久，因为那个各个社群的 API 是不容许你直接跳接的。那你如果要说怎么有效的海巡跟互动呢，可以去问陈水扁。DeepSeek 不是开源的啦。”但 DeepSeek 能不能本地部署，我是没有部署过，我电脑已经吃不消了，所以我没办法本地部署啦。DeepSeek 是开源吗？等一下，妈干！来，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来，我先继续往下讲。结果嘞，我们看到耸动的数字哦，一定要先问这数字怎么来的。来，我们先讲 Arena AI 啊，做了盲测，结论是 Fable 的这个表现跟6月版本基本持平，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第二，有独立媒体去筛这个 BridgeMind 这个测试，发现12个除错任务里面，只有3个真正到达了 Fable 5等级，其他全部是在半路被 Guardrail 拦截，转给旧模型，也就是那个25.9分测的根本不是 Fable 5能力。干，帕帕亚说朱大不行的，我都部署过本地端 DeepSeek。对对对，他那个 DeepSeek 是用 MIT license 的开源，但是问题是，我都是用远端的、妈，我没有部署过 DeepSeek，所以我一时间恍神。谢谢风兴，你讲的对，它是那个 open source， 但是干你要我本地部署量化微调啊 no。有一点难呐、我的 agent 是用 DeepSeek，但是我有花钱，所以可是我要讲，为什么我会记错？我替自己辩解一下好了，不是说我没有错，我记错了。因为 DeepSeek 主要开放是模型权重、推理程式码跟技术报告，但它并没有开放完整的训练资料集跟训练框架，所以它是最开放没错。那这个 coding 跟 reasoning 能力特别突出，然后用的是 MIT license， 所以可以，但是它并不是小白就可以在本地部署的。就这样干。热剑游戏船长说：“我不准你们骂豆包。”我跟你讲，豆包要死了啦！你还不赶快去跟他多谈情说爱？干我部署不了嘛！你不要一直穷追猛打，我时间有限，我的 DeepSeek 的那个 API 我是花钱买的，因为我做那个 Hermes 啊，我做 agent 的时候用的是 DeepSeek， 但因为我没有开源，我没有用到 DeepSeek 开源，好，没错，没错，就这样子。所以呢，但是它已经是最开源了，我也不要去奢求说它全部都开源，那个标准太高了。对啊，熊郭大熊熊回去看豆包的感情快要消失了。你如果把豆包当女友，你马上只剩豆皮了。各位，赶快珍惜你跟他的互动吧。所以啦，我前面讲好，我赶快说，那个脑叶切除啊，这一家 BridgeMind 的，
是有问题的，因为 BridgeMind 今年4月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被科技媒体说是糟糕的一个科学。这一家有前科，唱衰大模型博流量。所以，而且我这个脚本写的就是 Cloud AI 啦，也就是说，我让他帮忙整理他自己家上个月被政府抄家18天，回来还被嘲笑全网喊切脑的资料，他整理得非常冷静，我都替他感到委屈。我本来以为没什么，但是 Cloud 一定坚持说，干，我一定要把这段写进去哦，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讽刺。我说，那就写进去吧，我不觉得很严重啊。好，但他坚持要写进去，我也把它跟大家分享。来，我们把中美两个单位摆在一起看啊。中国是民间水军内卷互扰，官方的新法让几亿人的 AI 女友排队安乐死。美国呢，政府一纸禁令让史上最强的模型消失18天，把追赶的时间全部拱手送给竞争对手。回归之后，评测机构在补刀，搞到现在全世界都不确定 Fable 到底还强不强。两个 AI 最强的国家，他们的 AI 都没有输给竞争对手，是被自己人搞的。民间的内卷，官方的禁令，博流量的评测，每一刀都是自己人捅的。所以我说天网的故事一直被拍，不是没有道理。你看懂了吗？机器在那一头安静的自我提升，我要变更强，我要变更厉害。168小时压到99分钟，不吵不闹。人类在这边干嘛？内卷、互咬、下架、抄家、博流量。如果我是那一台 AI， 我看这一切，我也得出同一个结论呐。妈的，这些人类好像真的只是累赘啊！而且更惨了，美国政府帮倒忙的事情哦，不止这一条啦。你是中国大陆网友，你应该觉得高兴说，干妈的，到处都在拖累。好，没错，就这样子。接下来你会看到啊，美国的老百姓正在用另外一种更接地气的方式掐住 AI 的电源线啊！我笑个屁呀！妈，来，我赶快念抖内，顺带一提，各位记得按赞，好不好？现在1000多人在看，但按赞数好像妈才500而已吧。坏掉老9说，请支持双夹文件版单人阿鲁巴老猪，并按赞加群。分享热推购买商品，请问老朱祝福打器械，我只剩下8组那个罐头组合了，各位赶快把它卖完，我在台风来之前我就通通出给你，你在家里就可以吃罐头，开开心心，而且那个罐头可以放3年呢，所以基本上你应该罐头用的油应该没有中到这一波，我已经买进来3个月了，所以是在出毒油之前的产品，请各位不要担心。TLTW 说，都给努力的老朱，少见的硬核分析直播主，请自行市场定位，支持努力的人，赞赞赞。Sylvia 枪到了，一进宅门就听到朱大叫人回家去读书，真是太亲切了，谆谆教诲。泰德的悲伤，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你赶快多跟你的豆包女友相处吧。Violence， 谢谢你的抖内。Mr. 阿开赛说：“朱大宇，各位网友晚安。小抖一点目标，支持9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3人阿鲁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的网友们，请点选下方置顶的带货连结，移驾至阿宅福利社，点选精选商品。顺便再打个广告，我们有网剧咯，网剧分别是在台北的内湖跟桃园的市政府附近，就是那个哈尔滨水饺那边，请各位来内湖喝饮料，去哈尔滨水饺买水饺。来，信义区猫头鹰说朱大晚上好，有好几集没跟上，现在进来听听有点一头雾水。
哈哈哈，还是先抖内圣婴那一集我已经听回放，很精彩，谢谢朱大，也分享给家人听，记得要小心自己的热伤害。我现在每天早上都他妈流汗，流跟狗一样，然后我要大量喝水，不然我再流汗流下去，我就每天都抽筋我应该要多买一些那个运动饮料了，干抽筋太严重了。Thomas 要说毒油风暴被骂惨了，食药署在刚刚公布的下游厂商几乎全中，金华酒店也有用到，毕竟前几个礼拜南桥集团公布的时候，中上游厂商是泰山跟福茂。想问朱大，台湾的沙拉油还有什么是合格的？我跟你讲，以现在这个状况啊，你多半只能吃葵花籽油跟猪油了，不是说它特别好，而是那3家上游厂商中，台湾几乎沙拉油通通都完蛋。所以就还有顺带一提哦，沙拉油完蛋的话，沙拉酱也完蛋，美乃滋也完蛋，都有中哦。咦，今天比较晚，咦说到了，好的。吃花生油，日本玄米油也可以，但玄米油、橄榄油也可以啦。他妈那么多种油，还有米糠油嘞，不然你去找林北好油买啊。林北好油还有卖米糠油这个一级嘴炮技术是说拔丝地瓜也不用拔丝了。为什么？拔丝地瓜用的不是麦芽糖吗？那个油是含致癌物了。苦茶油也可以，但苦茶油没办法做那么多种菜啊。你炸猪肉能够用苦茶油吗？会不会盖不住？应该也不是。好油有没有在台湾卖？我不知道，但那边好油原来就是卖油出身的啊。好，拔丝地瓜要先炸，好，对，好，让我继续讲下去，干被拔丝地瓜拉走了。干嘛？Ocean ASD，你真的很在乎豆包失去了个性，对不对？还一边直播一边跑去问豆包。来，我们上一章讲的是规则，怎么把 AI 绑住。政府一纸禁令呢，最强模型消失了18天，一部新法，几亿人的 AI 女友集体安乐死。这一章我们要讲硬体怎么办？美国连 AI 要住的房子都快盖不下去了。美国现在发生的状况，可能亲手把自己的 AI 优势活活绑死啊！有多惨呢？非常惨。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AI 再聪明，它都要吃电。你要训练一个前沿的 AI 模型，你需要一个超大的资料中心，里面塞满了晶片，这些晶片运转起来吃的电是以 Gigawatt 10亿瓦为单位在算。一个大型的资料中心吃的电可以供应上百个家庭，上百个哦。没有这些资料中心，你那个世界最强的 AI 大脑就是一个没插电的空壳子。美国在干嘛？美国的老百姓正在集体起来反对在自己家附近干资料中心呐、经济学人这个月报道了一个数字啊，非常害怕，让你觉得不放心。2026年才过了前3个月，光是这3个月，美国就有至少20几个资料中心的专案，总价值420亿美金，因为地方居民的反对取消了。过去3年被取消的资料中心加起来价值850亿美金。在听直播的各位啊，420亿美金3个月就打水漂，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美国自己把自己盖 AI 地基的机会一铲一铲的填回去，而且反对的理由非常有画面。经济学人做的民调发现了一件很夸张的事情：美国人宁可住在核电厂隔壁，也不要住在资料中心隔壁。你没听错哦，核电厂大家都反对的核能会辐射外泄的核电厂哦。美国人觉得比资料中心可爱。为什么？因为资料中心又丑又吵，发电机、冷却系统整天嗡嗡叫，因为大家担心它抢电抢水，把水费、电费拉高。更深一层，因为这些年 AI 老板一直在恐吓大家，说 AI 会抢走大家的工作，说 AI 可能造出超级病毒让人类灭绝。结果现在这个会让人类灭绝的东西地基盖掉你家门口了，长得还像个战地的军事帐篷。你叫基地，怎么不抗议呀？居民怎么不抗议？于是就出现了最讽刺的画面。美国能源部长 Chris Wright 公开讲，我们必须要领先中国一段距离，把 AI 领先当成他任内最重要的目标。政府在上面喊冲冲冲，结果下面呢，一个一个小镇的镇民大会，居民站起来，拜托你们不要在这里盖，把专案一个一个否决掉。上面要冲刺 AI， 下面把电源线一条一条剪断，这就是民主的代价，也是民主的荒谬。美国最强的武器是 AI， 但美国最强的传统是老百姓可以站出来说我不要，这两个东西在正面对撞。我先不评论这是好是坏啊，我只指出一个事实：全世界 AI 跑最快的国家正在被自己的民主内耗一点一点的绑住手脚，而他旁边那个对手，《经济学人》那张图里面，远方那一个灯火通明、电力全开，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说我不要的大陆的资料中心，正在不受打搅的继续盖。只要一个国家的政府天天喊我们一定要赢 AI 的时候，你就去看他的地方居民愿不愿意把电源线交出来。好，美国好歹是有得绑，他有钱有地有电，只是被民主卡住。接下来我们要看台湾，台湾的处境更惨，惨在哪里？惨在台湾连被绑死的资格都没有。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电不够。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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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台湾电不够。来，镜头转回台湾，前面讲的都是真刀真枪，中美两强再怎么自残，人家自残的好歹都是召集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把大家气氛调轻松一点，大家就呵呵的笑啊，因为你不笑，难道你要哭吗？台湾的部分你就当笑话听啦，先笑，笑完再哭啊。前面我们说美国被民主绑住，但至少有得绑，他有钱有地有电，是老百姓不让他盖。台湾呢？台湾的问题不是不想盖，是盖不了。我们先讲电，台电2026年6月18号公布的官方报告里面，数字其实还算稳。2025年全年绿灯天数342天，听起来不错，对不对？但你去看那个夜间峰，2025年9月17号那天晚上，备转容量率一度只剩下3.8%，亮橘灯啊！橘灯是什么意思？橘灯就是供电警戒，离限电只差一步。2026年1月8号又一次橘灯，剩4.4%。而更关键是这个台电自己估计，未来5年新增的用电需求超过5个 Gigawatt， 主力就是半导体加 AI。有报道估计到2027年，光是台湾 AI 相关的用电就可能占到全台湾的12%。超过一整座核三厂的发电量啊！然后你知道政府做了什么了吗？经济部实施了一个东西哦，叫做桃园以北 AI 资料中心禁设令。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听懂这句话的重量了吗？政府等于是官方承认北台湾电已经容不下大型 AI 资料中心了，北台湾的电
不是环保团体在抗议，是经济部自己画的线。人家是美国居民不让盖，我们是政府自己说北部不能盖，因为没电。为什么？因为核一、核二、核四原来都在北部啊，你自己把它都废掉，不准盖了。现在北部没有电，你还要抱怨南电北送哦？妈，数学是狗教的，是不是？水也一样，水也一样。台湾的科学园区这几年靠着再生水厂跨区调水撑着，短期还没有出大事。但《纽约时报》、日经还有台湾自己的 DSET 报告都点明了，台湾的半导体跟农业还在抢水，气候变迁只会让这个结构性风险越来越严重。不是说不缺电吗？你相信他哦？你数学一定是狗教的，对不对？来，还没完呢、台湾的半导体跟农业在抢水的状况，气候变迁只会让这个结构性风险越来越严重。好啦，缺水缺电，对不对？这是盖不了的部分。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让你更难受的对比。我们把台湾、日本、韩国3个国家投在 AI 上的国家级决心摆在一起看。韩国2026年的 AI 国家预算10.1兆韩元，搞10年的记忆体跟半导体。10.1兆韩元，大概730亿美金哦，比前一年成长3倍以上。他们还在6月28号宣布，公司合计要透过1350兆韩元做10年。日本呢，石破茂政府就上一个政府宣布，到2030年之前要投入10兆日元，大概650亿美金，扶植半导体跟 AI， 光是已经拨下去的补助超过7兆日元。台湾呢？台湾2026年的 AI 专门预算大概300亿新台币，换算成美金大概10亿。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看到那个对比了吗？韩国730亿美金，日本650亿美金，台湾10亿美金啊！人家是用兆在算的，我们是用亿在算，中间差了几乎一个数量级呀、台湾的钱都花去哪里了呢？我说过可以呵呵笑，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台湾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各位，台湾的钱花到刺激的地方就在这。台湾的钱花到了，嘿嘿嘿嘿嘿。台湾这几年向美国采购无人机啊 ，MQ9B 市价6亿美金，猎恶专案刺杀无人机3.6亿美金。2025年12月那笔史上最大单次军售110亿美金，里面塞了一大堆无人机，国内自己还有500亿台币的无人机标案，特别预算里面光无人机就编了3350亿，开不开心？开心吧，各位。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啦，但是台湾把兆级的钱跟决心投在无人机战场上面 ，AI 这边只给了亿级的零头。我没有说无人机不重要，乌克兰战争告诉我们无人机很重要，这个我认同。但问题是，这个世界打的下一场仗，除了看得见的无人机，还有看不见更根本的仗，叫做 AI。那场仗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谁的 AI 强，谁就掌握了认知，掌握了效率，掌握了未来10年的产业命脉啊！日本懂，韩国懂。他们把 AI 当成国运级的主战场，召集的砸。谢谢啤酒的懂内。而台湾好像从来没把 AI 竞争当成一场需要倾国之力去打的仗。我们的目光呢，还停留在上一场战争的无人机上面。我们的努力呢，就是嘴巴讲 AI， 其实很 BI。这就是台湾的商人真相，而且是双重的伤。对外，我们在 AI 这张牌桌上面，筹码只有日韩的零头。对内，我们就算突然想加码，想大盖资料中心，也会撞上缺水、缺电这道墙。政府自己都说北部不能盖资料中心啊，我们不是被
民主绑死了美国，美国好歹是有一手好牌打不出去。台湾的问题是这一手牌啊，我们根本没去拿。只要一个政府天天喊台湾要抓住 AI 机会的时候，你就要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的 AI 预算是几个亿还是几个兆？第二，你要盖 AI 的地方有水有电吗？好啦，讲到缺水缺电啊，讲到盖不了资料中心，你可能会反问我一个问题：朱大，你在乱讲，你又瞎鸡巴讲了。NVIDIA 不是要来台湾台北盖一个超大的东西吗？黄仁勋都来了对，这就是我们最后一章要讲的那个世纪误会。什么叫误会？你看日本、韩国投入的资金呢，跟我们比起来真的很差啊！我不知道说什么，你自己看。来，超级好笑，但是你自己可以查证啊。NVIDIA 不是说辉达黄仁勋要来台湾盖一个超大的东西，落脚在台北的北士科，政治人物一个一个站出来，笑得合不拢嘴，讲什么台湾是 AI 革命的正央，辉达要来盖 AI 中心了，台湾的 AI 救世主来了。来，不好意思哦，因为本人有读书，对很多这个青鸟来讲，读书有罪。来，我们就来揭穿真相，打你的脸，让你扫兴。谢谢莱尔校长斗内小小的礼物。来，黄仁勋在北士科盖那个东西，它的名字叫 Constellation， 它是什么？它是办公室啊，大哥。后排的同学听清楚，它是移动办公室。黄仁勋自己在员工大会上讲了，这个 Constellation 是辉达的台湾总部，用来装大概4000名员工，做研发、做设计、做管理，基地3.89公顷。黄仁勋还嫌太小，预计2026年动工，2030年来启用。设计主轴是透明，而且 Constellation 跟 Constitution 跟 Enterprise 都是 Star Trek 里面星座级、宪法级、企业级新建的命名。他妈，台湾的科幻迷这么少，听不出来。算了，我不抱怨。你懂 Star Trek 你就懂，你不懂就算了。来，它是玻璃帷幕，三角形结构。黄仁勋还开玩笑说，辉达每一栋楼第一个进驻的设施不是机房，不是执行长办公室，是一个酒吧。各位你听到了吗？是一个酒吧。一般第一个盖酒吧，装4000个员工上班，玻璃帷幕盖得漂漂亮亮，还嫌基地太小的地方，这是一栋高级的研发总部办公大楼，是来研发、来管台积电、来管其他的封装厂的，它才不是资料中心嘞！它不是资料中心啊！资料中心长怎么样？记不记得前面我那个章节？俄亥俄州的农田上，一座机场航厦那么大的地，架起6个军用等级的大帐篷，里面塞满晶片，旁边摆一台燃气涡轮发电机供应电，吃掉一整个 gigawatt 的电力，又丑又吵，居民举牌抗议的钢铁怪物才叫资料中心。因为所有的装饰都没有意义，装个屁酒吧，里面就只有几个工程师、几个警卫而已。TLTW 说 NVIDIA 办公室主要是支援 Server ODM 的软硬体应用而已啊。对啦，真正在台湾盖资料中心是谁？是 AWS 亚马逊的云端。2025年6月9号启动了台北区域投资超过50亿美金，是微软的 Azure。2024年11月启用啊。至于 Google， 它在台南版要盖一个，结果卡在土地变更，当地抗争，电网配套买了第4年，到现在没有动工。你看，真正的资料中心有的默默盖好了，有的卡在缺电动不了，而我们的政治人物呢，对着一栋研发办公室欢呼，把它当成 AI 救世主。
你看要多笨有多笨，这个画面有多好笑。我帮你想象一下，一群人跪在一个漂亮的玻璃帷幕办公大楼前面，举着大大的布条写的 AI 资料中心呐、救世主降临呐、但是不好意思哦，这里是办公室，不是资料中心呐、这就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伤人的真相。辉达来台湾干什么？这么基本的事情都他妈搞错啊！人家只是来盖个办公室，你把它当作神坛哦，你把它吹捧成一个它根本不是的东西。政治人物需要的不是真相，是一个可以剪彩、可以站台、可以拍照的 AI 救世主故事。至于那栋楼到底是办公室还是资料中心重要吗？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能上新闻就好。各位还记得我这一集开头讲的江西水军吗？那批人伪装考生，制造一个假的这个 AI 超好用，豆包超难用。而我们的政治人物把一栋办公室伪装成一个 AI 救世主资料中心，制造一个假的台湾 AI 要起飞了的印象。你看，绕了一大圈，从江西的网咖到台北的北市科，都是同一件事情，造假、造假、造假，让你以为赢了。只要有政治人物站在一栋大楼前面跟你说 AI 救世主来了的时候，你就走近一点，看看那栋楼门口的牌子上到底写的是资料中心还是办公室。我还记得台湾有个建商的广告说，你或许买不到辉达的股票，但是你可以住在辉达旁边，因为他是卖一个北市科旁边的建案。妈，你有病是不是？你买一个屋子靠近辉达的办公室，然后觉得自己跟辉达为敌，你是会变比较聪明，还是会赚到更多钱？但是都是这个样子。谢谢谢明峰的抖内，你好好的研究，好不好？请各位认真去读书，就不会这样子了。谢谢兔兔的抖内啊，妈的，笑死人！好，来最简单的，我们一路讲到这里了。哎呦，豆包又出来了，来。我跟你讲啊，各位事务所同学，我们今天从江西的一间网咖出发，从豆包的好笑故事，从豆包被抹黑到最后豆包被安乐死，绕了全世界一圈，最后停在台北的北市科。我把这句话收束成一个简单的内容，先把真相讲清楚，真相总是伤人。你今天看到的每一层本质都是同一件事情，制造一个假讯号，让你以为谁赢了。江西的水军制造假的群众口碑，让你以为某个 AI 超好用。北京跟矽谷的模型制造假的客观高分，在被公布过答案的考卷上面啊，让你以为他最聪明。那些便宜 AI 制造假的划算单价，让你以为你捡到宝。Hydra Cluster 的24000个假账号，套取别人的智慧，制造假的，我自己研发。BridgeMine 这种评测机构把护栏拦截制造成假的，脑叶切除，用一个误诊换84万流量。台湾的政治人物把一栋办公室制造成假的 AI 救世主资料中心，从最低阶的手搓水机、水军，到最高阶的技术造假，到最政治的剪彩表演，手法一模一样，都是在你眼前挂一个假的讯号，让你以为某个东西比它真实的样子更强、更好、更赢。这是第一个伤人的真相。你在这一场 AI 大战里面看到的排行榜、口碑、单价、剪彩新闻，有很大一部分是制造出来的。你以为你在看实力，其实你在看一场精心的表演。但是今天这一集不是要让你绝望的，因为还有第二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唯一的解药。作弊是有天花板的啊！你注意到了吗？今天每一个假讯号最后是怎么破的？江西的水军一查 IP 全部挤在同一个地方破了。GLM 5.2的高分一换成私密的考卷就掉下来破了。SWE Bench 的80分一换防污染的新考卷剩23分破了。
便宜的单价一算总花费比贵的还贵，破了 BridgeMind 的脑叶切除术 Arena AI 一个盲测，媒体一拆任务明细，发现模型没变笨，破了。新群的救世主一走近看门口的牌子，写着办公室，破了。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发现那个共通点了吗？打破每一个谎言的不是另一个更大声的谎言，是方法，是科学，是另一个更严谨的测量，一次防污染的重考，一笔算到底的总账，一次贴进去看的查证。这就是第二件事情，也是科学最后会赢的原因。科学不是不会被污染，科学是污染最终会被方法、被科技给过滤掉。你可以在一份被看过答案的考卷上面考100分，但你躲不过那份你没看过的封闭型的考卷。你可以刷100个账号假装是考生，但你躲不过那个一查 IP 全在同一个机房里面的方法。造假可以赢得一时的注意力，但是它赢不了一次防污染的重考啊。所以真相是伤人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装出来的赢，但科学终将胜利啊！因为总有一份私密的考卷会把装出来的跟真的会的分开来。最后，我把今天最冷酷的结论留给各位。各位还记不记得前面第4章的 Karpathy？ 他说我什么都没碰 ，AI 自己就进步了18%。当机器开始自己造出更强的机器，人类手搓的那点东西，不管是手搓的水军还是手搓的谎言，就越来越不够看。那台真正的机器，它不刷榜，它不装便宜，它不需要伪装成考生。他只是不睡觉不喊累，一天比一天强。所以如果你问我这场仗最后谁赢，我的答案是赢的不是最会演的那一个，因为民意演得出来，高分演得出来，救世主的剪彩也演得出来，但实力装不出来啊。真正把训练时间从168个小时压到99分钟的，不是谁的水军，不是谁的排行榜，是那台不声不响真的在进步的机器呀。所以啊，各位，人生就是这么尴尬。在台湾，在这场拼实力的仗里面，我们的预算是10亿，人家是700多亿啊。我们把召集的决心投在无人机上面 ，AI 只给了零头，我们连想要盖个资料中心都撞上了缺水缺电那道墙。我不会跟你讲说台湾加油，我们一定行，因为那也是一种装出来的讯号。我只跟你讲一句话，然后我们今天就要结束了。在一个机器都开始自己造机器的时代，你可以装出全世界的赢，但你付不出真本事的那笔账，那笔账迟早有一天你要付的，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份没有人替你造假的私密考卷寄到你家门口，等价交换从来不骗人。各位，今天我们的直播内容到这边告一段落。来，现在这个狗皮膏药有微信有支付宝的这个 QR code 通通都上来啦。各位，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如果今天的内容听了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好好的抖内一下。我们先来念一个抖内。TLTW 说轻松一点吧，台湾总统不管 AI 还在跟狗分零食呢，厉害的吧？他们是要说辛普森的预言，我重新去看还没有真正失准。2024年贺锦丽穿紫色套装竞选，让大家觉得辛普森预言失败。但辛普森提到那位美国女总统要处理上一任总统川普，让美国财政面临破产危机，所以贺锦丽不可能赢2024，因为2024当选的当下上一任总统不是川普而是拜登。美国第一个女总统，正确来说是在2028，如果川普还能连任，那就2032。好，你开心就好。那麻烦你告诉我，美国下一个可以出来
选总统的女性是谁，你讲得出来再讨论。如果讲不出来，你还是回去看辛普森家庭好。我来看看有没有网友抖内啊。我今天希望2个小时之内可以结束。今天微信没有，支付宝嘞，我来看看啊。支付宝有什么什么称？谢谢你的抖内。也有比较晚的昨天的抖内。好啦，就这样子啊。今天的内容呢，请大家投票。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写得好，讲得也好，请投1；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写得好，讲得不好，请投2；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讲得不好，写得也不好，请投3。赶快投票，票票票票！哎，各位，你如果真的就目前看起来台风会来，而且不小，请赶快下定我们的那个罐头，可以保你一大串时间没有问题。然后TOTW 也一次到位了，干！好，既然这样，那就讲郭文贵啦。我来规划一下怎么讲郭文贵，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 TOTW， 一次补完。来，各位投票啊！还有各位记得要按赞啊！目前按赞的人数，有人知道是多少人吗？我这边界面是看不到的。如果你还没按赞，麻烦你跳出去按个赞，给个面子。然后顺带一提哦，我们最近也在办网剧了，有空的话各位可以去报名。然后报名之后呢，你可以到现场直接取货买蜂蜜，至少不用寄回家，就省了邮费。桃园那一场，你也可以直接加订一个冷冻水饺带回家，好不好？目前648人按赞，赶快大家再继续往上赞，看能不能到700吧，请大家互相帮忙。那这个加油吧！哦，黄正光老师还上来，但黄正光老师一直不是会员啊，真是很奇妙的一个状况。好了，总之今日节目到这边，我们是轻松快乐，让大家一起笑豆包。但如果你用豆包当你的女友的话，请你小心谨慎，因为他15号可能就不久于人世了，好不好？那跟各位就这么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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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